这个视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新出的功能 FIR 数字滤波的这个功能。它的位置在这块儿啊，看鼠标的这个位置，会在这儿有个 FIR 的一个图标。正常的是不开启的，默认不开启的。比如说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现在在测自带的 1K 的标准方波啊，在通道 A 上。你如果想滤波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，会弹出来数字滤波的窗口。它可以分带通和带阻滤波，你可以选。当然这边是示意图啊，选择的在带通、带阻，然后设参数。当然带通的话，你把它的最小的这个 FL， 你选默认成0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低通滤波，对吧？它只限上限。然后你反过来，你这边FU，你选择很大，比你的带宽还高，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啊。当然你两个都选，它就是一个带通滤波。这个可以涵盖3种情况。然后带阻就是说，你可以选一个F1和F2，它就会在这个区间进行滤波啊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你上面的这块，它会显示你的当前采样率是多少，你当前做 FIT 的点数是多少啊，然后你的频率的分辨率是多少啊，单位是 K 赫兹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设这些参数，然后你选到底是对哪个通道滤波就可以了。它是基于这个 FIR 数字滤波，我们现在是基于 FIT 做的。比如说像现在这样，这是 FIT 功能，打开了 FIT， 这是这个信号的频域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直流分量，一个这是1K 的啊，这是3K、5K、7K， 它的多次谐波啊的分布。其实那你对做数字滤波来说，你就根据这个可以把你想去掉的一个频率范围就在这设置好，它就会给你帮你去掉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现在这是1K 的方波，那我现在默认用带通的话，我的上限，比如说现在是20兆啊，比如说我的设成1兆。那就是我把 A、B 通道都选上，我 set 一下，它就开始滤了。但是滤的这个情况是说，是一个低通滤波，就是从直流一直到1兆，就是1000K 到1兆的频率范围内我都保留，比1兆高的频率我就滤除掉了。啊，看着没什么变化，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信号本身只有1K 啊，看不出来太多效果。那我们看现在，比如说我给它选成10K， 好，你就发现波形变成这个样子了。那你会发现我把它变成5K， 变成2K， 这完全变成正弦波了。那这就是说一个方波，你把它的低通设到只有2K 以内的频率可以通过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正弦波啊。你比如设到6K，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。你设到8K， 啊，它又变一点啊。你设到20K， 就是这样子的。设到40K， 啊，400K， 好，设到4兆。它是这样的，这是整个一个简单的一个低通滤波的一个展示。好，我可以把它先关掉。FIR 打开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是开着的，它会变绿，这块变绿，这边也会有图标显示你的 FIR 正在打开。好，那针对我们刚才测的这个现象，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教学视频演示的视频放一下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视频。现在是一个正弦波，就是一个基波，只有一个正弦波。我们刚才测的方波的那个数字滤波是反过来的，和这个的顺序是反过来的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叠加了另一个正弦波的时候，叠加了3次谐波的时候，看它的波形会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叠加了5次谐波会变成这个样子，9次、11次，它逐步的它的谐波多了以后就会变成这个方波的，会越来越逼近方波。这是第59次了，会越来越逼近方波。那我们刚才的滤波过程是反过来的，这是一个模拟的叠加过程，就是把不同的谐波
从一次谐波、3次谐波、5次谐波逐步叠加，它最后变成一个方波。那我们刚才的过程是反的，刚才的是反的过程，是把一个方波把它的依次剥夺它的各次谐波，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反过程啊。这个主要是能证明说我们的数字滤波的功能哈。好，那数字滤波有什么用？其实主要几个作用，一个是滤波，去掉噪声另一个是说去掉一个特定的你的频率的成分。还有一种就是带宽限制就是示波器上用的带宽限制。关于噪声，去除噪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我现在故意输入了一个有噪声的一个波形，它本来可能是一个纯净的正弦波，它可能在环境中受影响，或者是它的地受到干扰，或者是什么情况，电磁辐射，总之它会有一个很高的噪声但是我们以前处理这种噪声，我们用高分辨率模式就好了，对吧？选高分辨率模式这是峰值模式就是最真实的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有另一种选择，就是 FIR 数字滤波。数字滤波更有针对性我们看一下用数字滤波是怎么处理这个的。像这种我们看数字滤波，你要选一些参数，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选什么参数。你可以看到它的信号的频率是 1K 的，上面叠加了一些噪声，你怎么选择呢？我们可以借助 FFT 的功能。FFT 你可以看到 B 通道黄色你看它的 1K 这边会有一个 1K 的激波，然后它为什么会有噪声呢？你会看见这边后面在不同的频率点上会有一些干扰，这个看不太清楚，我们把它放大，然后用对数轴你看大概在这是多少？56K， 从56K 开始，尤其是这个位置300多 K、327K 这儿，这些就是你的噪声叠加上面的高频噪声。好，那我要去除掉滤波的话，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在这儿，比如说这是个20K， 对吧？这个是20K 的位置，从20K 以后的所有的这些频谱的这些分量我全部不要，因为这些我认为是噪声那就可以了。那我就知道我做一个20K 的低通滤波就好了。那我们把它关掉，打开，那我就知道这边我选20K 就可以了，选择然后 set 设置，你会发现它就把噪声都滤掉了，对吧？我 reset 就是不滤波，看这是原来的样子。好，就是滤波以后的效果，这是去除噪声。刚才关于去掉特定的频率成分，我们其实从方波上刚才看到了然后其实带宽限制有点类似于这种，那就是说你看我打到每一个时间档位当然我把这个先关掉先去掉。我打到每一个时间档位，从频谱上来看都有一个频谱范围，就是这个档位的频谱范围。其实高于这个频谱范围的，我是应该是测不到的但是它的噪声可能会干扰到我，那就说我可能，那我就在这个我用这个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档位的时候，我的采样率是12.5兆那就知道说6兆以上的信号我是不应该测到的，但是它6兆以上的噪声有可能会影响到我，那我其实就把带宽限制到6兆，比如说在这改成6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带宽限制台式的那种大的示波器，它可能只有几个选项，一个是20兆的带宽限制或100兆的带宽限制，这样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 FIR 数字滤波的功能，你可以选不同的的带宽系数，比如说带阻的功能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是带阻，比如说我们明确的知道它就是这个范围的噪声，这个大概是600K 对吧，到5兆，600K 到5兆之间，那其实我就用过带阻600K， 我把600K 到5兆就是5000K
这之间的信号给滤掉，你会看到，这就是带阻滤波，就是之后的这些频率我也可以要，高频的、低的我也可以要，我就不要你中间的这一小段比如说这个是你看最凶的，噪声最凶的应该在1兆多到这儿，那就是3兆，比如说我就滤到600K 到3兆之间的，好，它稍微的比刚才的差一点，是为什么？因为3兆以后的还有一些干扰，对吧？当然比我不滤是要好的，这是带阻滤波。我们下面会看到一个，如果你是2个频率合成的，你只保留一个频率，比如说这个频率和这个频率，我保留这个还是保留那个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，就是带阻滤波的效果。好，这就是不滤的效果。像这个波形，我们如果收到了这个波形，我们大概看它，这是峰值模式就是所有的噪声和尖刺都会显示。那这个其实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波形。你如果用高分辨率模式，其实好像没起什么效果好像没办法把它滤除干净。那这时候可能你就得用，比如说你要滤波的话，可能就要用数字滤波了。你可能先看一下它的 FT， 它的频谱你会看到知道说我大概有一个300K 的一个正弦波，上面又叠加了一个600多K 的正弦波，然后一个1.2兆的一个正弦波，然后又有一个2兆、2.5兆的正弦波，这低频还有一个5K 的正弦波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信号是由这么多不同频率、不同幅值的正弦波叠加而来的。那如果你知道说，我本来发出的是一个300K 的，比如说我的是，或者是这么说吧，就是我是一个300K 的正弦波，但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干扰噪声并不是我的板子产生的和我需要的，那就好办了。那其实你设置一个低通，设置一个带通。只保留，比如说从300K 附近的比如说100K 到600K 再到500K 都可以。好，那其实你就把其他的这些都不要了。好，那就是 100K 到500K 之间选上，甚至你就会发现，这就是一个300K 的一个正弦波，频率300K那就你知道说我的波形是300K 的，然后其他的都是干扰。这个频率标准范围之外的，我都不需要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滤波。那也可能你的波形是，我看这是1.2兆是吧？那1.2兆的，我其他的都不要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从1兆到2兆带通一下。你会看得到一个2兆的一个正弦波但是这个有点密这个必须得关了才好。这就得到了一个2兆的一个1.2兆的一个正弦波。当然我也可以说我这些都是需要的，唯一的是这个位置1.2兆的这个是我不希望的，它不是我产生的，是干扰的或者是怎么样叠加的，我不需要看到它来干扰我。那其实你就可以用带阻把它滤掉。比如说那带通就从0开始了到20兆，那这足够了。那我就从1兆带阻到2兆。好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。这个波形那就是把这段这个频率分量去掉以后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。那我把这个也去掉，这个的频谱也去掉。那从500K 开始，好，把这个也去掉了，然后把这个也去掉，那就到2兆，这应该是个14兆吧，14兆。好，那就剩它们了。这是带阻一个它可以组合着启用，它带通里面有一段是带阻的，它的波就是这样子的，在这个通路里头有一个小段是阻的它滤波起来以后就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它不滤波，reset 它就恢复默认就是不滤波了这边会显示 FIR， 这是这个颜色 reset 它就是其实真实波形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根据你的波形的频谱的特性，然后选择来进行数字滤波。那么我们说的带宽限制，其实也就是可以用这个 FIR 完全的作为一个 FIR 的特例来使用就行了。比如说你当前打的这个档位，我采样率是100兆，它这会显示采样率是100兆，然后它的3K 的分辨率那就是说我在这个采样率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带宽限制到20兆其实已经默认你这样，它就默认限制到20兆了
啊。你想限制到多少兆，你就设置就好了。在这边一设置一开，它就带宽限制了。其实就是刚才演示的那些功能，就是把相当于低通滤波，把频率高于多少的，就是你的带宽限制的去掉，的频率去掉啊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对数显示一下，它目前这是14兆，它目前比如说现在这是2.3兆，这个是2.5兆左右。比如说我现在限制到2兆，2兆以上的。比如说2兆以上都认为不是我们需要的，这是一个300K 2兆以上，假如说我一个应用2兆以上的频谱，是不在我的测量范围，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我把它产生的，或者是根本不是我所要关心的，那你就做数字滤波或者带宽限制就好了。比如说就限制到2兆，我的带宽就限制到2兆，好，设置 OK， 那这就是2兆的一个信号。2兆的带宽，就是当前的采样率下2兆带宽的时候采这个信号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个 FIR 是基于 FIT 做的。FIT 我们现在默认的，比如说 A02 型号是32K 的当然你尽量选的多，不要选这些当然64K 可以选，但是参 FIT 的量比较大，它可能会慢一点，取决于你机器的性能它可能会慢一点。那默认我们用32K 其实就好了。32K 你的机器性能高的话，你可以把刷新率再给调高一点。调高一点，这个FIR关掉。信号就是这样子的。还有个新功能是总谐波失真度。我们会放在我们目前加的通道 A 上在 FIT 里面。假如说A 通道加了一个正弦波，对，这是它的频谱给它做成放一个2K 吧。好，这是一个2K 的一个正弦波，2K 的正弦波频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在这里面，2K 的正弦波，它会在这儿自动的算它的各个频率分量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点开，它就会算总谐波失真度。你会看到好像这个不太影响它。总谐波失真度，那我们现在测的总谐波失真度是0.7%左右0.6、0.7在这跳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改成方波，它会有多次谐波，那这个就到40%多了总谐波失真度。它可以帮你来测你的正弦波标不标准，失真的程度有多少。那一般1%以下的基本上是 OK 的。这个是在1%以下 OK， 这总谐波失真度。